同学们好，新架一路撇身拳，好，接上式金刚捣对。好，撇身拳，小肚立远，两手沿身前画螺旋立圆撑拳，松左胯，身法微向左转，两手顺势打开，松右胯，两手身法右转，继续外蓬，领膝上提，开步下沉相合，两手左手顺缠，右手逆缠，领平原，顺势握拳，松右胯，蓄力相合，螺旋转腰，拧转双正脚发力。好，松沉右胯，左拳上冲，右拳下沉，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左手顺势合于腰胯间，右手沿右膝上方撩拳，小肚立圆，左逆右顺，螺旋当走后弧下沉，重心左移，合左胯身法左转，右拳撩至身前中线，松左胯，双逆缠，撇身拳，上提下沉，肩肘膝脚一条线，右拳合于右膝上方，太阳穴上方外侧。好，背向金刚捣对。好，小肚立圆，领立圆撑拳，松左胯，两手顺势打开，身法左转，松右胯，两手随身法右转，继续外蓬，领右膝，两手立圆相合，开右步，领平原，合于身前中线，左拳拳心朝右，右拳拳锋朝上，放松下沉，螺旋发力，松右胯，冲左拳，合左拳撩右拳，重心右腿，小肚立圆，领拳，当走后弧，右拳合于中线，当走后弧，逆缠上提，外蓬下沉定式。好，收势。好，来，同学们，撇身拳这个动作呢，在新架一路当中算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力，而且还有发力之后的动作转换。好，我们先看一下身前的立圆。我们只要是做到了金刚捣对转下式的时候，我们都要通过小肚的立圆在领带身体。之前的课程上跟大家强调过，在身前立圆的过程当中，小肚的螺旋并不是一个平行于肚子的平面圆，因为你看，我们从平面的话，身体是会产生一个左摇右晃的动作。在这个过程里面，咱的小肚是从左侧当胯放松，朝上朝右下进行了一个小螺旋。那么我们的两手其实跟咱们前面的要求是一样的，两手呢不能刻意的拿手臂去单独去做动作，而是要随着小肚的立圆或者是螺旋来产生一个带动。又因为这个时候咱们的手跟小肚它的距离又比较近，所以就是小肚怎么动，手就怎么动。那这个过程里面，咱要再强调几种容易犯错误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很多同学在打这个立圆的时候，经常会强调说，老师这块发不出来力，问这个力是怎么出来的，就好奇的就总是会拿肩膀认为说这个劲儿是从上往下的，所以手上提的过程当中会不自觉的提肩下沉，这里面是不能出这种错误的。我们的螺旋，大家可以看这个小肚的弧线，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肚子在左侧螺旋向上的时候，它是一个放松由下向上，它形成了一个内收。然后在由上向下的时候，再形成了一个外蓬，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咱们的两手随小肚左侧螺旋相合的过程里，它是一个蓄力放松的力。那随着小肚开始上领的过程当中，带动咱们两手向上提，最后再随小肚的放松外蓬，将两手顺势向前向外去撑拳。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双手在蓄力或是在发力，都是以小肚的立圆来作为一个恒定标准。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力量提到自己的肩膀上，到最后你打出来的劲儿就形成了一个提肩撑臂的一个力量了。不要走成这种力，用肚子去走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第二，当我们撑完拳以后，咱们之前强调过很多次，小度的螺旋它没有一个半圆，都是一个完整的力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从左下到上面再到右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它只是转了一个大半圆。所以在我们撑完拳之后，咱经常会说到利用什么肌肉的这个回弹啊，利用肌肉的回弹，在回弹的时候顺势将小度产生由右向左螺旋下沉的动作。所以整个力圆的这个运化过程一定要把它做得清晰一些，不要把力圆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半力圆。你看到这儿它撑完了，然后再松左胯晃身子，再松右胯晃身子，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断劲儿的。所以我们要把力圆走完整。看一下撑拳啊，这种感觉身法的这个力量和螺旋的完整性就出来了，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重点。那在这个重点的当中呢，咱们容易去变错势，因为前面学了咱们的这个撑完拳以后变懒扎一，所以两手要顺势随身法的变化撑完两手顺势就已经随弹性松开了。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把身体的配合随着螺旋的变化，每一个动作就像照视频一样，每一帧都要吃清楚。抖完以后，随小度下沉的过程当中，你看先领左手，右手你看这个时候身法会左转，是不是？所以左手向外领的时候，右手会向外撑捧，它不是直接向右打开，它是先向右侧前方去撑捧，随后在松右胯的过程当中，右手向右领，左手继续向外撑捧。所以我们的手呢，它是随身法的螺旋，撑捧撑捧是这种感觉。但很多同学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在这儿一开，反正也不知道怎么领出来的，就是把这个圆领得非常刻意，走一个下弧形成向上的相合。实际上我们要结合身法螺旋的时候，你的撑和领，撑和领是看得非常清晰的，一定要把这儿给记住了啊。这是第三个小细节。第四个，当我们做好撑捧以后，体系开步，大家在做铁身拳的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领手上捧和下势开步。我们的身法在领膝上提的时候，两手顺势打开，提右膝，下沉两手相合。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同学喜欢把两手刻意的画得很高这个咱们在讲老架一路的时候也强调过，他的手不是尽力的向上去领手，而是什么？而是两手捧到与肩同高同宽之后，由于我们的身法下沉，形成了以身带手，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六风四臂一样，你手在这儿捧着呢，然后身法一动，形成了一个相合。那么咱们在下势下沉开步的时候，两手的上领也要随身法下沉。你看，本来在两边放松一下，手放松相合，它是这样的一种运化。所以大家不要去刻意做成这种动作，一起画大力圆，顺势下沉相合，这样子就形成啥了？我们再拿手臂的稍节力量刻意的再做一些动作，是不是？所以把这一点的这个细节给它改观一下，用我们的身法产生上升下降，带动节节贯穿，这样子的一个流线和过程，是大家最容易去进行身法尽力感受的过程。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一个小问题，大家多去练练，去感受感受稍节的变化，就没有啥问题了。唯一的难点就在于这儿，咱们之前学习奥步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右手逆缠，左手顺缠，向左领平圆；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向右领平圆。这个平圆，它和咱们前面学习的奥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奥步人家是一个上步以后螺旋身法转身的过程，有一个大的步法带动，再加上中线螺旋，这样子很好做，是不是？但是在撇身拳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用步法带，它是直接用身法带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当胯的运行方式是什么，才能把这个手给带好，对不对？好，两手相合，
先松左胯，身法左螺旋，小肚向左转，再松右胯，重心还在左腿，将两手领到身前中线以后，顺势一松右侧，两手再向右去领平原，再松左胯，还原回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形成左右两边的连续的左右变化，来带动咱的手去画平原。这个地方就会有同学问老师，那你说这个地方为啥不走立圆呢？首先，第一，走立圆的时候，我们的身法劲力它都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梢节有上有下的螺旋变化，但是这个地方你的梢节它只是一个平原变化，那么你的平原变化肯定只有当胯和小肚的左右旋转。但是为了让这个动作的身法做得更好，太极拳有一句话叫什么？逢转必沉。所以咱小肚它的螺旋，它肯定是先由松胯和当胯的螺旋来给它提供这个旋转的空间，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身体如果做的比较明显一点，你的动作就是这样子啊，身体会有一个迅速的松柔下沉，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小肚产生这种阶段性的一抖就下来了。但是大家得多练，这个地方是一个灵活性的问题。两手的平原也是随小肚的左右抖着下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抖的方式去把力量送出去？当然也可以，因为你看咱光揉，这是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劲力在螺旋的时候，只要小肚发生螺旋，身法一定会有这种可以发力的过程。所以到这个位置以后，咱们把这个劲儿发出来啊，这样子去发力也是可以的。左右的螺旋带动，通过小肚的带动也是可以去发力的。只不过大家需要多去感受小肚左右旋转时的那个变化，以及它的这个和身体高度协调的一个过程不能说你想当然了就说我这边能做就做了。那这个细节需要大家多多练。好，那么紧接下时大家可以看到你螺旋抖完这个劲之后，它又是一个续右胯放松。这个动作咱已经学过一次了，就是咱转身延手拱拳的时候转身金刚倒对的时候，续下来以后，身法一个螺旋，迅速拧转，让两腿形成双震脚，然后身体向左转。这个地方它有点不同于咱的这个转身金刚倒对，为啥？因为转身金刚倒对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向转化，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个地方是啥？这个地方它是有螺旋下沉的过程当中迅速的产生一个身法的下降。你看到这以后，好沉住，好续右胯，出来以后身法有一个沉降，它是通过身法的下沉来引出咱的双震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们就可以考虑一下，我想把这个动作做好，我光靠腰裆的拧转，想要用离心力把脚带起来行不行？行，但是不够。你看光用离心力你可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螺旋的同时下沉，你整个身法会显得非常稳非常稳。那这个问题呢，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小问题，只要小肚只要螺旋起来以后，产生相对应的下沉，立马就能让两脚离地，同时形成双震脚。最难点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两手是怎么发力的，对不对？看好很多同学在学习这个动作撇身拳的时候，都在以向内凿拳类似于像一个小锤摆一样，把它给凿到里头。你这个地方是发不出来力的，就是你看咱之前讲过肩关节的运动方式的基本功，你用肩关节去这样去转，很难发出来力，它最后的力量一定会出现在条肘上，你胳膊形成了个杠杆，是出不来力的。所以我们想向里去凿怎么办？要产生肩关节的螺旋相合，而不是上挑。你看你这样走，肩关节明显是一个上挑的劲，但是如果你的手在顺缠的过程当中，让肩关节向里去合去合这个力量是不是就很整？你的拳头明显的是向内螺旋缠绕着给它闷砸过来。这时候这个力在哪？它就不会存在到你的肘关节和你的肘关节外侧了，以及肩关节外侧，它就会合到哪？
通过大臂的螺旋带动，合到你的拳眼的位置。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左手的崩拳是说白了，老师们练过左右蹬根吗？这就是左右蹬根的一个力，向外把你的左手手臂给它化作一个小鞭子，但是这个鞭子完全不能抻直啊，要抻直了，你这个肘关节的这个臂弯容易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螺旋的过程当中，注意看身体，看到没有？依次节节贯穿，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节节贯穿一下，啊，左手的力也就发出来了。通过一节一节的带动，把手去展开弹抖，这样子就行了。然后你再把这两个力连到一起啊，续完以后合到这儿，好，放松。一个是内缠，一个是崩弹，走，发力，啊，力量自己就出来了，知道了吧？所以不要把这个力化作那种向里去勾凿的，或者是一整根棍子一样向外打，这样很难出现弹抖。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啊，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喜欢太极拳套路的表演，或者喜欢这个展示一些难度上的动作，我们可以把两个力发到一起，怎么样呢？就是这里，看哈，啊，这是两个劲儿，咱们可以把这两个劲儿在一瞬间同时爆发出来。那这就是又回到咱们之前了，其实它很简单。你看第一次，哈，咱们抖的时候，两拳合在身前的时候，右胯肯定是向外崩弹的，对不对？所以又回到了咱们前面说的，当胯的回弹来带动你的蓄力和发力。我们可以看放松一点，去找这种感觉啊，一、二，去找到右胯，弹上去，弹下来，去找到它连续的这种感觉，把右胯的这个弹性带到身上，所以你这个整个过程就能感受到，哎，这个胯呢像一个发动机一样，通通通一直在转它的活塞，把这个连贯性练好了，你最后的撇身拳这两个发力也就很棒了，哎，所以说这两个发力呢是铁身拳里面咱们之前的动作没有的发力动作，需要同学们给它好好练到身上。最后一个，其实这就简单了，我们打完这个发力以后，左拳是外蓬的，右拳是里合的，右胯一松，身法会往哪转？肯定是往右转，对不对？所以身法在往右转的时候，啊，右拳下沉，左拳上冲，因为身体右转，右肩向后，左肩向前，一定要记住，右胯和右拳相合，左膝和左拳相合。那身法一转，为啥？因为一松右胯，当是螺旋，对吧？哎，身法转到这边，好，再松左胯，撩拳，撩上去以后，你看现在右拳就跟懒扎衣那种感觉一样嘛，所以小度顺缠，走。啊，领一个拧缠出来，胸背的一个开合，是不是和咱懒扎一变六风四臂一样？好，重心在右腿，松右胯，当走后弧，身法螺旋，左手一直合在左侧胯间，右手合在中线以后，好，再松左胯，两手同时逆缠，哎，以身带手，看到没有？肩膀先过来，右胯相合，螺旋下压上提。这跟老架一路的撇身拳要求就一样了，重心右边，右胯上下折叠端平，左胯左右螺旋合好，随后肩肘膝脚一条线，不能透过肩看到自己的这个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做到正确的撇身拳动作。因为如果说咱的这个肩肘膝脚你能看见，要么是压锅了，要么是没压到位，知道了吧？一个物体在前面，就像我们站队列一样，你的排头肯定看不到排尾，只要你站齐，你只能看到第二个人的后脑勺，是不是？最后这个右拳其实一直就在这个高度，因为我们螺旋的过程当中，看似手上提了，没有，实际上是身法下沉了。哎，把这个地方咱们都记清楚。撇身拳的动作，不要把力量放在梢节上，放在中节和根节，这是撇身拳，重点很多。而且很难练，需要大家多多磨劲儿，多多练身法。